我个人就比较偏心啊，我觉得我只爱我儿子。这么直接，你知道这是历史记录，这以后会被翻出来那个。Kelly and Kelly here. Grab your tea and take a seat. It's K&K chat time. Chat time. 嗨，卡提，你还好吧？看起来眼睛我刚刚是点眼药水哦，不是在哭哦，所以我这几天就会有点独眼龙，因为眼睛好痛哦，都在眨眼睛哦，装可爱。眼睛好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从小孩身上看到一些灵感，就是我觉得有兄弟姐妹的人，一定都会有在某一个瞬间曾经怀疑过，一定至少都有一次怀疑说，爸爸妈妈是不是比较爱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的哥哥、我的弟弟，就是好像会觉得他们有点偏心呢。而且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是被偏爱的那一个，你也是好像会发现说，哎，妈妈好像比较爱我，没有那么爱姐姐，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都有可能，因为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有兄弟姐妹都会有一种比较的心态，对不对？你跟我们两个都是身为2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们也曾经是别人的小孩，对，现在也是别人的小孩。我真的懂那种就是偏心不是不爱，就是一种天性，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到他们的互动啊、情绪啊，才知道说，小朋友的那种心思真的超细腻的当然呢，我觉得有2个小孩真的是会在每天，你一定会不小心，比如说抱一下姐姐，然后旁边就有人说啊，妈妈都不抱我之类的。就每一天都有这种比较感出现，然后说为什么只给弟弟，然后妈妈你都不爱我了，他们2个都在叫我，我只是先回应其中一个，他们也有话要说我什么都只理姐姐弟弟什么的，Oh my god， 真的是要疯了，真的会，然后瞬间就可以理解说，那种我们小时候内心的那种感觉，好像真的不是幻想就是它是真实的那种感受。然后我们小时候应该都会觉得那种有点不公平吧，对不对？那种瞬间，我觉得在小孩心里面，是不是他们都会放大个500倍、100倍，一点点没有理他，就你不爱我，就是真的转头就到棉被抱着哭这样。对，那我想问你，我不确定我记得的到底对不对？就你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我这个真的是一个谜耶，就是我每个朋友都很困惑。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就是同母同父原生家庭的这个姐姐，比我大的姐姐。我们这边比较复杂，就是我还有其他的，就2个半个妹妹，同母异父的2个妹妹。所以反正一开始我是有一个姐姐嘛，所以我从小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明显的哦。因为就是我姐姐只要一开金口，我妈啊什么大家都是使命必达，她要什么就会得到，所以姐姐就是公主般的存在，然后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就是你自己心里的那种感受嘛。我觉得这种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也很懂你的那个心态。我也有一个弟弟，然后我小时候我记得超清楚的，就是每次只要我跟我弟吵架，我爸妈永远都先骂我，就说拜托你是姐姐，你就不能让一下你弟弟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争呢？弟弟想要你就先给他嘛，你等一下再玩会怎么样吗？你是姐姐，然后所以你要懂事一点呐，然后让一下弟弟妹妹，这句话真的就是亚洲家庭里面的，你知道每一个家庭应该都有讲过这个台词吧？但是我真的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是谁规定的？到底是谁规定大的就一定要让小的？我其实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差个10岁，那我可以理解，你懂吗？就是妹妹真的还小，但是如果一个是3岁，一个是5岁，这种差一点点，2个都是小孩，他们2个不就都是个孩子吗？而且这件事情，我跟我姐姐几年前有聊过，她有说她其实压力真的觉得很大，她会觉得一直就内心有一种，也不是说讨厌，就是还是会有点排斥我。你那时候会不会有点排斥你弟？我觉得我在有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叫我弟不要跟着我，就是很想要自己来这样子。但我那时候的，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那时候的 OS 就是。真的就像你姐说的，就是那不是孔融让梨吗？为什么我是让给弟弟？
我觉得我也是个小孩啊，我也没有对比他大多少，你知道吗？对，所以你们到底差几岁？我差2岁。对呀、我刚刚说2岁算蛮少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姐没错，她完全就是这样说。为什么要叫我照顾妹妹？我也只是个孩子，就我姐姐也觉得很痛苦。所以我才说，如果你是家里的老大，或是当哥哥姐姐的心态比较成熟，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被训练出来的。但我自己的感受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姐姐才是公主嘛，而且你知道我姐是那种肤色超白，白里透亮，然后我在她旁边，我真的她就简直是一盏灯，反正她就是公主般的存在。加上你知道我爸是长子，你懂了吗？我姐是长孙，你懂吗？所以我们家的情况反而我才是比较懂事的那一个，因为我就不被偏爱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我觉得每一个那种小小的 moment、小小的时刻，其实都会一直好像一直被深刻在心里。对对对，刻在我们心里面。对对对。但是你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吗？就是也不是说最好笑，就是真正让我有感触是，自从我有2个孩子之后，我才能去面对我之前的那些情绪。就是我可以理解，开始真正去理解他，然后去面对他。就有一次，我记得我带小朋友出去，然后我只是先抱着妹妹，然后老大瞬间崩溃说：“为什么你都只抱妹妹？然后妈妈就是比较爱妹妹，你都不喜欢我，为什么不能抱我？”然后我就现在想说，因为你已经5岁了，然后很重，但是腰很酸。腰很痛，我只能抱一个。Oh my god！ 你刚刚讲的那些场景，就完全像我们家一模一样，是不是？那个瞬间我们会被 trigger 到，对不对？就是你看到小孩的反应之外，你好像又看到小时候的自己，你懂吗？就是会那种觉得，哦，你是不是就是比较爱别人？然后会是那种小小的委屈，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是那种，我跟你讲，我曾经在大学时期，我超酷的，那时候可能到青少年，我就忍不住，我就传讯息跟我妈说，我觉得你真的很偏心，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平等的爱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偏心？哇塞，这么直接啊！直球对决。以为妈妈还会说什么没有，妈妈也很爱你。结果没有，我妈超酷，我妈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人。她回我说，我就做不到啊。她说什么叫平等的爱？我做不到。她说等你有小孩之后，你再来教我啊。哇，都帅了，我妈真的是。对，听到这个应该会大哭吧？爆哭啊！那时候真的是整个哇，超级痛苦那时候我自己的翻译就会觉得说，他就是在说，你妈妈可以爱我吗？然后他说没办法，我做不到。哦，对，那个翻译过来的，就是往比较负面一点的那个情绪走去。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原始，然后很深刻的一个小孩感受到的那个情绪，是很 deep 的。然后所以我才说嘛，就是那一刻才会去理解说，我们小时候的感受其实都不是开玩笑的，都不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呢，是真的，我们内心真的受伤了，我真的受伤了。那首歌叫什么？我也不怎么忘记。我真的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好啦，反正重点就是，我觉得。因为最神奇的就是，因为当我们自己真的成为了妈妈，我妈那时候不是说，当你成为妈妈之后，你在教我嘛，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然后我会一直在看着我小孩，也会有这种争宠的情况，像你刚刚讲，我女儿已经122公分了，你知道那个真的抱不动啊！我还被他们强迫一定要一手一个，那多难啊！直接会摔到地上。我觉得妈妈真的是超人。对，所以我觉得，因为看到小孩这些行为，我们就好像理解了大人，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理解了他们，其实不是所谓，就不是偏心，是有时候真的你知道太累了，然后太忙了，然后生活会有一些压力等等，加上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腰不好，体力也抱不到，就小的比较好抱。
对，要就是扛比这样。较好扛，大的还要对呀、吃一下力气。但是我现在看起来，我完全可以承认一件事情，我觉得爸妈一定会有自己的偏爱。因为你所谓的这种偏爱，不是在说爱的多少有差别待遇，对不对？对，不是，是说因为每个小孩都，他们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气质，对不对？就是医生都会说小孩的气质。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本来就会有那种谁跟谁比较合得来的差别。因为我妈就生了4个小孩嘛，所以我妈说4个婴儿生下来的那个，哎，这是带着自己的脾气跟个性来的、我妈说，如果你去那个婴儿室看的话，有些哭比较大声，有些就是很你知道很 calm。所以我觉得，应该就像我们这种，我们交朋友也会有自己的喜好，有些人就是很容易成为朋友，一拍即合。所以是不是就只是这种偏爱而已？就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定义偏爱不是偏心，那因为偏心是那种不公平的对待，就是我真的很不公平，就是什么东西我就只给姐姐，完全不给妹妹，这个叫做偏心，对不对？但偏爱就比较偏，对我自己的定义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感受上或者是感觉比较自然，这两种是完全对我来说是2件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我爸妈就是偏心啊，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对啦，因为父母之间一定都会有偏爱，也是很正常的。世界上应该不可能会有个小孩，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过有人跟我说，我觉得我爸妈没有偏心，他真的都很爱我们。你知道，就我到现在就还没有遇到。但是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个 moment，觉得说，你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比较喜欢谁谁谁这样子。而且你看，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已经这么努力要做好了，我们的小孩还是有话要说。天天发生。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也都只是，你知道，我们就只是人呐、我不知道，我还想的是他。在最底层的里面，我们一定都是爱着我们的小孩的，对不对？就是一定都是爱。那我觉得那应该不算偏心吧？是不是就是一种人性？我以前真的认为我妈妈比较疼我弟弟，他就是比较皮的那一个，就是你要被关注，需要被关照。对，所以就是所以现在看到2个小孩同时哭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其实真的不是偏心，有的时候你不是不爱，是因为你真的只能当下只能先照顾一个，先顾一个，把一个稳定之后，你才能去照顾另外一个的心境。所以他真的不是我真的一下子2个同时真的太累了，我没办法。我觉得你讲到这个会让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到我的精神上，我已经身心灵都无法承受的时候，2个都在说妈妈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看旁边，然后我就先照顾自己，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回应了，我就只能很冷静，然后就是我就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妈妈先会 shut down 一下，妈妈先 shut down。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父母在每个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也是处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所以其实他们的状态跟心态也都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每个小孩遇到的应该都是不同版本的爸妈。例如，我妈怀我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已经快离婚了，就每天感情非常的不好，然后吵架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不是那种你知道被期待的，因为感情，不同的感觉。我只能说这就是人生啊。我后来发现，就孩子他们真的在意的，真的不是就是顺序问题，他不是在意说谁先或是谁后，或是我有没有拿到礼物，没有拿到礼物，他们其实很在意是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到我啊？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需要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才是他们底层在呐喊的声音。拜托你看看我吧，我在这。对，因为真的是像我儿子是属于他是弟弟嘛，他是属于那种反正在美国好像讲 thin skin 吧，所以他很敏感，所以现在我就会要蹲下来，甚至我有时候会就是
抱紧他。我有看到人家有讲说，心理学上你要抱着他到某种程度的坚定感，他就会稳定下来，平复下来。对，拥抱是然后说给予坚定的支持，是没错的。对，我就看着他，嗯抱着他，然后说有我听到了，就是我有看到有这样，就是一定要做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长大后修复的方式，其实也蛮像的。就是我们真的也不是要求一定要公平或怎么样，就是我很需要能够有个窗口，或是有一个出口，可以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然后被听到。对，就是想要被听见呐、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我跟我妈直球对决。对，那时候我还想说，就是姐姐学钢琴，我不想，我可能想学打鼓啊，能不能就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啊？给她学钢琴，那你要给我学打鼓，不能就是逼我说也要学钢琴。然后那时候就是很想要被听见，很想要表达，所以我觉得如果心里觉得不舒服，我现在其实也不会憋着我自己的感受了。因为我也会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就是我也很累，妈妈也很累，就是我也想要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吗？你可以试着理解一下我的情绪吗？就妈妈也想要就是要被照顾啊。我觉得有点困难，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情绪，因为他们对于情绪的智慧理解太少了。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讲出你的需求是蛮重要的，就是可以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也可以很安全的说出他们的需求。其实因为像我这种，有时候常常把自己，反正我很容易就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所以我一直都把我的小孩当成大人，像平辈朋友一样，在表达跟讲话，所以我都会说。不行，我现在真的很累，我想要休息一下，先不要跟我讲话，什么就是我会都表达，我不管他们有没有吸收到，但至少这些表达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爸妈是不敢做的吧。他们好像不太会跟我们好好的讲说，哦，妈妈现在很累什么的。他们比较直接，就是不要再吵了，什么去旁边玩什么，可能是你知道吗？好像是后面这种情绪比较多一点。就用情绪去回应情绪的感觉。没错，对，我就觉得在孩子上看到那种受伤的小孩，就是好像就是会。我所谓的受伤，不是说生理上的受伤，是那种心理上受伤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要去安抚一下那个曾经没有被看见，或是那个需求没有被回应的那个自己。没错，所以我觉得长大以后，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跟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和解？就是最疗愈，我觉得的过程，就是我们要先去承认，我们曾经有被不公平的对待过，就是像我们讲的，承认，然后接受它。然后我觉得再来第二步就是理解，你懂吗？就是其实爸妈不是故意偏心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以前是没办法理解的，但现在长大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不是那种被期待出生长大的小孩我不是那种妈妈老婆怀孕了什么好开心，没有我是已经那个婚姻都随时都可有可无，所以我觉得是变成可以理解他们的那个能力，加上以前资讯也不够发达，所有的一切的状态都是很有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学会了就理解。然后第三步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困难，就是放下。然后原谅，就是你要慢慢放下你自己小时候的那些比较，因为像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灰姑娘，自己是什么，我觉得要先放下这些东西了，然后你要去意识到，就是反正都已经在过去了，然后你要去接受，像前面讲到的嘛，就呼应他，接受爸妈就是不完美的。我们现在成为别人的父母，我们也不是完美的，没有100分的父母啊，真的没有。所以我觉得理解之后，好像就慢慢释怀了。释怀以后，你就自然而然的去原谅了，而不是那种非常刻意逼自己说要原谅他。你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就是当你可以理解爸妈的那个处境的时候，没错，因为没有人一出生就是会当好父母，大家都还在学习，你跟我也都还在学习，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是完美父母，对不对？就是从那一刻起，你才会发现，就是当你愿意放下比较，然后也愿意放下你爸妈对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期待的时候，
我们算是觉得自己是新世代的父母吧，比较年轻的这一代吧，所以我们是不是会一直去觉察自己，一直审视自己，甚至问我小孩说，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希望我可以改变的，或者是我可以为你做得更好的？我会问他，你有没有对我有什么期待？就是我也想听听看，或是你不喜欢我什么地方，你懂吗？就是我想要当那个酷的爸妈，所以我想要就是沟通，小孩可以直接跟我讲这种。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爱人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爱的分量是不同的啊。像我个人就是，我觉得我比较爱，我觉得我跟谁的个性会比较合嘛，一定会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啦。我应该就小孩之间，这看状况，就是会某个处境下面是会真的会比较 prefer 某一个小孩的那个相处模式，但是就是看那个状况。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偏心，但偏爱那个 moment 上一定会有偏爱某一个，对，去处理这样。我觉得现在可以剪那个 reels 了。我现在要讲一句，像我个人就比较偏心啊，我觉得我只爱我儿子。那么直接，你知道这是历史记录，这以后会被翻出来那个。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儿子的个性男生嘛，比较大辣辣的。然后女生姐姐的话就是心思细腻，超级敏感。这个是要在我身心灵状态都很健康的情况下，睡得很饱，我才有个办法跟他坐下来讲半个小时的道理。妈妈是怎么样，弟弟也怎么样。但我儿子就是简简单单，马上就可以转移注意，然后男生又不会记那么多东西，就是没有这么高敏感就对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跟我儿子的相处啦，但我当然就是你知道，两个都一样爱啦。那最后我也想要问一下观众，就是大家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偏心过呢？对啊，或者是你现在其实是爸爸妈妈别人的爸爸妈妈，那有没有从就是小孩子身上看到以前的自己呀？留言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很想听到大家的故事哦。对，我们下周见，我是卡咪，我是 Katy，拜拜，拜拜，开心。我刚刚讲出这么可怕的话的时候，是不是很适合放在那个封面？对 ，Reels， 不是应该很惊讶吗？真的假的？你太夸张了，你竟然这么直接。我就这样看旁边，对你应该是要惊讶。Bye bye.